太解气了！高市早苗那边刚玩火，咱领事直接开喷，肮脏脑袋伸过来给你砍了。昨天不是刚说完高市大妈的逆天言论吗？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公然说：“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要是台湾有事儿，那我们日本啊可能会武力介入。”那这话从一个日本首相嘴里说出来，那分量可不一样啊！这不就是说中国大陆要是敢动台湾，我日本就敢动你中国大陆吗？他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，网友们呢真是吵翻了天啊！都让日本说话算话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别说咱们了，高市早苗这话一说完，连日本政坛自己都震惊了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以前那些日本首相什么安倍呀、岸田呀，被问到这个问题，那都跟泥鳅似的，滑不溜秋啊，绝不说死。结果这位高市大妈，好家伙，直接把底盘掀了，我可能要动手。这下可炸了锅了！这日本那个立宪民主党的党首叫野田佳彦的，他听说这个事啊，直接跟记者说：“我非常震惊。”他说高市早苗这是先行冒进，太危险了。那翻译过来就是：这娘们疯了吧？他怎么敢这么说啊？还有一个参议员啊，直接就开喷了。这家伙说的更狠，他直接质问高市早苗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在说啥呀？中国没有攻击日本吗？咱日本凭啥要用集体自卫权去攻击中国？你这么干，中方立刻就会反击，到时候就是全面战争。你知道要死多少自卫员，要死多少老百姓吗？”最后，这名参议员撂下一句狠话，警告高市早苗：当一个首相能面不改色的谈论开战，这个国家就已经走向终结了。你听听啊，这个不是咱们说的啊，这是日本他们自己人说的，国家都要终结了。可见高市早苗这个话啊，在他们内部扔下的是多大的炸弹。所以说呀，这个高市早苗果然是藏不住狐狸尾巴，这才刚上台没多久就原形毕露了。他为啥非要在台海问题上玩火呢？他就非要试咱们中方的耐心，探探咱们的底线，他图啥呢？那这事儿吧，说穿了也简单。这位高市大妈呀，她在日本其实也没啥基本盘。啥叫基本盘啊？就是没啥铁杆粉丝，没啥固定的势力支持她。那她想往上爬，想保住自己的位置，咋办呢？反华呀，这是最简单的招了。只要我表现的比谁都恨中国，比谁都敢在台湾问题上强硬，那些右翼啊、极端分子啊，不就支持我了吗？这就叫路径依赖，就是他只会走这条路，走顺腿了。那不管遇到啥问题啊，先骂一顿中国准没错。他就指着这个反华的议题来维持自己的统治，或者说是政治生命。但是他是不是忘点啥呀？时代变了呀，高市早苗这么嚣张，咱能惯着他吗？不能啊！就在他放完炮之后，咱们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建领事蹭一下，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了。我的妈呀，那个言辞那叫一个辛辣哦，那叫一个直接，那叫一个解气。薛领事先是转了高市早苗那条新闻，然后配上文字写道：擅自伸过来的肮脏脑袋只能毫不犹豫的砍掉，你做好觉悟了吗？肮脏脑袋毫不犹豫的砍掉我的天哪，砍掉啊，这就是大白话外交啊！什么严正交涉啊，强烈不满，那些都太稳了。薛领事这是直接上武的，你敢把脑袋伸过来，我就敢给你剁了，你想好了吗？哎呦喂，这一下可把日本那帮人啊给整破防了。啥叫破防呢？就是这个玻璃心碎了一地啊！他们哪见过这个呀？他们印象里的中国外交官不应该都是温文尔雅、引经据典的吗？哎，怎么这个薛领事怎么跟社会大佬似的呀？他们估计都吓傻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干他们最擅长干的事儿，按举报键。喂，推特吗？我要举报，他威胁我，他要砍我脑袋，这是死亡威胁，快把他封了！真的哦，好多日本网友就说已经按照死亡威胁给举报了。看来啊，薛领事这句掉脑袋警告让日本人是非常不适应，他们没想到咱们中方也有说话这么冲这么直接的一天。那结果呢，那条帖子啊后来还真就被删了，或者说是被屏蔽了吧，估计就是被这帮玻璃心给举报下架了。哎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以为薛领事被删帖了就怂了？天真！没过多久呢，薛领事又发了一篇，这次啊更长更狠。薛领事写道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这是日本一部分愚蠢政客企图选择了一条死路。然后呢，薛领事开始上课了，跟他们讲道理。且不论你们日本宪法是怎么规定的，你这首先就违反了中日友好条约，这是法律，你忘了吗？你看，违背了你作为战败国应该履行的义务。你是不是忘了联合国宪章里还有救敌国条款？你这么干是极其鲁莽的尝试。上完课骂完了，最后薛领事警告日本人，请你们重拾最起码的礼和守法精神，避免再次遭到像战败那样的民族毁灭。
痛快啊！如果说砍脑袋是物理攻击，那这个民族毁灭就是暴击啊！这几个字啊，像战败那样的民族毁灭，咣一下直接戳到了日本人的心窝子上了，戳到他们最痛、最不愿提起的那个战败的伤疤上了。那这下呢，日本人是再次破防。不是彻底破防，那些日本的右翼媒体啊，跟疯了似的报道，然后呢，海量的破防的日本人啊，还有那些台独分子啊，全都涌进了薛建领事的评论区，威胁、谩骂、诅咒，各种污言秽语啊，那叫一个脏啊！当然，他们也没忘了他们的传统异能，举报，举报，举报！他又提战败了，他戳我们伤疤，他伤害我们感情了，举报！截止这个时候啊，这第2条帖子也光荣的被投诉了。那虽然还能看见，但是已经显示异常状态了。哎，你看看，薛领事连发2篇文章，一篇比一篇狠，一篇比一篇大白话。这日本人呢，这次是真的破大防了呀。但他们能干啥呢？啥也干不了啊。他们又不能顺着网线爬过来跟薛领事真人快打，对吧？他们只能通过举报来泄愤。Nice。我就想问那位高市早苗大妈，你这次试探这个结果，你还满意吗？说白了啊，高市早苗这种人啊，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真不知道这样说的后果吗？那个参议员都懂，他不懂吗？他懂，他就是想赌一把，他赌咱们不敢把话说这么绝。哎，你想想，连特朗普天天 China 挂嘴边，可是你见他啥时候敢公然说我要武力干涉台海？没有吧？那记者一问他这个问题啊，他立马就说，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很好，我跟习主席关系很好，我们经济都是好的。他都含含糊糊的岔开话题，为啥呢？因为他知道这话说出口没法收场。那现在美国国内啊，都有人喊放弃台湾，别把台湾当筹码了。结果呢，美国当老大都不敢说的话，哎，你日本啊，一个当仆从国的，说难听点就是给美国看门的，你高市早苗倒敢说了，你分得清形势吗？你比美国还勇啊！所以说啊，这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他不是傻，他就是坏，而且是又坏又急。他急着捞政治资本，急着反华，急着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他已经依赖上这条路了，戒不掉了。但是啊，咱们开头那个日本参议员说的对，他知道现在的日本得罪不起中国，也惹不起中国，跟中国开战的代价承受不起。所以高市早苗这一套反华就能当饭吃的把戏啊，早就不吃香了。他既没有那个实力支撑他这么说，他又缺乏政治敏感性。所以啊，咱们把话撂这儿，这个高市早苗啊，他企图靠反华来维持他的政治生命，到最后他只会被这股反华的火给反噬。当这个火最终烧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他会发现最先吞噬他的很可能不是咱们外部的雷霆反击，而是来自他内部的批判和抛弃。哎，你想想啊，日本政坛里已经有人给他打上危险的标签了，等到真出事了，那些人会保他吗？他们会第一个跳出来指着他说，看，就是他，是他把我们拖下水的，我们跟他不熟。到那时候啊，他才是真正的政治生命的毁灭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咱们看看他这个火最后怎么烧回他自己家后院去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